好了，轮胎已经装上了，然后这车主反应是，有点跑偏，到80迈左右得周住方向盘，然后要不然它往一边走，所以说这个得做一下四轮定位。然后这个新轮胎呢，动平衡已经做好了，现在去给它做一下四轮定位，因为我这里没有四轮定位仪，现在我要去给它做一下，走。现在去给它做一下四轮定位，现在开着去，因为我这一条街全是修车的，就在我隔壁不远，有个200米就有个做四轮定位的，我让车主自己来呢，他非得让我给他开过来，我现在给他开过来做一下，就在这呢，到了。做一下定位。行。行。那你，那直接你挪吧，我回去了。他就是有点跑偏，我给他换了2个轮胎，然后做一下。你还弄得好啊？对，然后给他做一下。你是老板是吧？我是老板。你给他做吧。你给留个电话啊。我一会儿就过来。哦，不是，我给你弄完了。行。你说一下，我震你一下。四轮定位咱们就不看了啊，今天咱们主要说一下这个那个也没什么看的，主要说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好多车主不知道。你看啊，就是当你车行驶到有的好多车主就是换轮胎的时候非得要求做四轮定位，其实那个是没必要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以下情况，如果说你没有跑偏，或者是没有吃胎，或者是没有啃胎，就是这种情况的，你直接就是更换轮胎，把动平衡做好，四轮定位是不需要做的，因为你原车的数据是最准确的，只要不跑偏，就是你别管你多少迈，不跑偏的情况下就没必要做四轮定位。这就是你不跑偏的情况下，如果说你底盘件出现问题，除去转向机那一块没有动的话，只换个下支臂或者换个减震的情况下，你是没必要做四轮定位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减震上原来有偏心丝的情况下，你换完你得做四轮定位。如果是原车的螺丝，那就没必要做四轮定位。然后还有就是你做四轮定位前一定要让修理工或者是做四轮定位的给你检查一下底盘有没有矿的配件，你比方说下支臂了，或者是那个上支臂了，或者是拉杆，这种情况如果说有矿洞就需要更换掉，如果不更换你做完也是用不了几天的，所以说把矿洞的配件给它更换了，再把四轮定位做上。反正就是你只要不吃胎不跑偏就没必要做，就是把动平衡做好就行了。然后还有的车主不知道，说是这个跑到高速100迈或者是110迈，它有中间一节，你比方说100迈的时候，它整个车会颤，方向盘会颤共振，然后过了100迈就没事了。这种情况跟四轮定位没关系，它是跟动平衡有关系，做动平衡就可以，就不需要做四轮定位。你切记四轮定位这个数据原车的最准确，一旦动了以后你有可能还不如原车的呢，除非说你撞过然后需要做，你可以换轮胎的时候但是你如果说不跑偏不吃胎的情况下也是没必要做的，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所有做四轮定位的它都能给你做标准，知道吧？有的机器它不行，它也给你做不标准，下来还不如不做呢，还不如不动呢，你知道吗？有的以前不吃胎不跑偏，动完以后反而吃胎跑偏了，动着动着就给你加偏心螺丝，偏心螺丝加上不行了就给你正仰角，知道吧？然后偏心螺丝没多少钱，正仰角它就贵了，你把仰角拿它的机器让它给你正一下，收你个300-400块钱的最低。还有就是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当你跑多少迈共振和这个方向盘抖是跟这个四轮定位没关系的，共振和抖是这个动平衡，把4个轮胎重新做一下动平衡就可以。然后做四轮定位主要治的是跑偏和它这个吃胎啃胎，会造成轴距它就是往外撇了或者往内八字外八字这种情况造成吃胎。然后跑偏的话是轴距不一样，然后造成往一方面跑偏。还有就是踩刹车跑偏，它跟这个四轮定位有的有关系，有的没有关系的。踩刹车跑偏，有的是跟这个刹车的这个分泵有关系，分泵一边拔紧，一边刹不紧，一边刹得紧，所以会造成跑偏。有的是你轴距差太多，会造成踩刹车往一边周，就这么个情况。行，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喜欢的话点关注，拜拜。